OK， 欢迎来到手集团的 studio。我们现在在手集团的2楼的 studio，然后我有点不知道怎样开这个场，但是我们又觉得今天需要有一个这样子的影片来和我们艺术总监聊一下，就是因为我跟他太熟了，所以你突然间讲要我一个很正式的开场，我也不会，不然我们就直接这样子来 ，OK 吗？老板，我都坐在这边了哦，你还想怎样啊？你要怎样就怎样嘛，肉隨砧板上。对，我就是觉得呀，要把艺术总监就是放在一个位置，我们好好来聊一聊，就是我们这一次最新的演出 Camaraderie， 华语是也是直接造反了，因为为什么没有一个华语名字？有啊，其实 Camaraderie 的话，你直译的话，它应该就是情谊、默契，就是那一种不言而喻的那一种默契，就是相处久了过后的那一个我们讲说人和人相处久了过后的那一个投机也好，或者是那一种关系性也好，没有血缘关系咯所以我一直以来我就觉得这个 Camaraderie 这个名字是让我很特别的有感觉的呀。你知道你这次的主题真的很难吗？对我来讲，因为我一听到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整个 hang 住了。因为我觉得 camaraderie 情谊这件事情它不是那种画面还是什么东西可以直接表现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堆叠的过程，它是一个累积。我又没有办法，你知道，很直接的用画面去 push 讲说，这个就是情谊，握一个手还是怎样，然后也很就是我心里面也是拿不定那个主意啊，就是你现在是跟我谈，就是说你要怎样去 promote 嘛？这个不是我很好奇是为什么你会选择情谊这个字这一次？就好像该你坐下你就讲啦，因为我跟你太熟了嘛，所以有时候太熟的话，有很多事情就很自然，不用太刻意。我觉得这一次这个演出呢，我会觉得就是你说筹备了很久，其实我觉得都是在酝酿的。为什么会放这个名字？我觉得也是时候。经过这5年，我觉得就是 lockdown 过后呢，我觉得如果不是这一种关系呢，我们不能走到今天嘛。因为很多团体其实也是可能就是这样子就没落了，可能这样子就跑掉。所以我很开心，而且是很庆幸，而且是很我们讲说感恩的，就是说身边的无论是我们的团员，我们的一起玩音乐的乐手，我们的设计师，我们的服装设计师，我们的像你啊，我们拍摄从10多年前开始到现在，还有好多的，从一些就是新生代的，到一些 lockdown 的时候离开，然后现在又回来，所以我觉得是时候应该把大家觉得就是说，如果你现在还有那一颗心，还有那一个热的话，我觉得是时候回来，是时候真正就是 show 给大家看，我还这一个打鼓的，或者是在这个音乐的这个路上，我们还坚持的站着这样子。所以好像刚才你说你也忙嘛，对不对？大家都在忙，不忙的当儿，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完全不用说的啊，知道这件事情就过来了，知道有这个这样子的要帮忙就过来了。我个人我是很喜欢这样子的感觉。当然有时候团我觉得就是说到了某一个程度嘛，某一个时候的时候，很多时候就要做很正式的邀请啊，很正式的通知啊，不通知的话大家也会讲说为什么这样子的已经这么多年了，这个团做东西还是以前这样子的，好像一个电话就可以这样。所以我在这个节骨眼上面，其实也是会有这个感觉，就是说虽然我们很多东西都是 email 啦，可能就是 WhatsApp 啦，然后过后要有白纸黑字啦，有时候还是需要见面，有个时候还是需要真正的谈。因为我在 lockdown 的期间一直跟大家说，我们为什么还要做演出？我觉得就是缺少温度嘛。我们看 YouTube， 我们看，其实现在有很多 podcast， 有很多其实资讯的传达其实没有问题的，只是为什么我们还是有时候真的是坐下来
也不用谈很多，你一杯咖啡我一杯咖啡，我们就是想坐下来这样子见个面这样子，可能你也忙我也忙，不过就是想坐下来2个人坐下来，这一个下午这样子，刚好那个时间有2个小时这样也对的。所以这一次用 Camaraderie 呢，第一来我觉得它的意义，第二的话是因为2年前我的甘美兰老师他就写了这首歌，我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就写了这首歌。很多时候就是情谊是我们种下过后呢，给它慢慢的发芽，我们不要太快，需要时间的，有时候不需要很急。我跟他的认识呢，登古乌玛呢，其实在他还是学生，他还是很嫩的时候，在阿斯瓦拉念书的时候，他现在是教授了，还是阿斯瓦拉的教授，所以变成他做了这首歌给我们，我们也首演了一次。我们首演一次过后呢，我会觉得就是我还想把这首歌再重新再演，然后给不同的演员、不同的乐手，然后尝试不同的，给一班或者是给1-2位，就是说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我把另外一个也是我帮忙我 choreograph 的，就是我的 co-choreographer Zamzuria， 他的孩子在 lockdown 期间就跟我学打鼓嘛，所以看着他们成长啊，我还怂恿他们去读华校。然后他大儿子跟二儿子都是华校生，所以我是觉得好像很重要啦，对我来说。他也是在少女时代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他，他现在也是教授了嘛。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是一直我们都陪伴我们的，尤其是我们将近30年了，在这一个领域里头，柳云老师我差不多20多岁就认识他了嘛，对不对？一起做音乐，一起做演出，一起把配乐。到过后我们有很多的志同道合的乐手一起玩音乐，一起配乐一起出国，这样子的话，我会觉得这个情谊呢是需要有时候要给它提升。因为有时候我们讲说哎呀，我们大家一起玩，你不懂有没有听说过这样子，就是说有时做朋友比较好合作起来的话可能会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克服这样子的一个我们都知道这个问题。好像那天在做访问的时候，我的首席就讲说，跟我的关系嘛，朋友到教练跟学生，到老师跟学生，到好像兄弟一样无所不谈，然后过后然后慢慢演变成就是老板跟员工，所以这样子的转变呢，变成有很多阶段。不过我觉得感恩就是说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了，28年要30年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坚信，英文的话什么 I'm still believe 啦。所以如果你问我的话，我觉得是需要的。在这样子大家都在忙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要坐下来？为什么我们要停一停？要看一看身边的人要问一下好不好？好像我的设计师小学的同学到现在，你想想看，认识他40-50年。所以有些时候真的就是说，我一讲这一个概念的时候，他就一直我们坐下来就想，然后讲说我不想太过于给他看到就是 to your face 这个东西就是打鼓这样子，因为他帮我们做了好多的打鼓的海报。我说这一次的话，他说为什么？我讲说就是要回去我们真正是想要做的，我们的梦是什么？他说是有小孩，我说这次是会有一些小孩，小孩很重要，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我的理念就是要很多小孩子从小就开始对美的东西、对艺术、对表演产生那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因为我是觉得这是教导小孩子美、向善的一个最佳的一个途径。所以他就想到，因为他有小孩嘛，他也有小孩，他就想到就是说，不如果是说你怎么样看？我说有小孩做封面这样子，我一下子我就觉得，会不会太过像是儿童剧？对，就会不会是不过我讲说，我坚持说，可能是要一个鼓手，鼓手谁会比较适合？那时候因为我在 lockdown 的时候，我就这个学生就跟了我，所以他现在已经是10岁了，浩浩，所以变成他2岁的时候，妈妈带他来看手机团的表演，4岁开始学鼓，所以他现在10岁了嘛。所以我在想，就是说，可能这样子的过程，我们也给他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台，因为他有跟小孩子一起表演过，在我们的 concert， 在暖场也好，在正式的演出也好，这次他是跟我们专业的一起。成了
醒来咗。所以你说 level 上，其实我会给小孩子就相信这回事，好像刚才我讲的 belief 嘛。因为如果是你觉得就是说遥不可及的话，我那天在一个访谈我也是有讲说，音乐有时候你不要想的它太难。艺术的时候，艺术也是一样的，因为以前我们一直艺术看不明白的、听不懂的，其实它就是艺术。其实很多时候就要从小培养，给他多听、多问。他问的时候，我们也要试图再去解说这样子。所以那个马来小孩 Zamzulia 的第3个孩子的话，他很叽喳，很爱讲话。然后我就一直和他讲，他那天第一天来彩排的时候，他就有点担心，他就有一点就觉得，我能不能这样子？我就一直鼓励他，然后他爸爸就真正带他来这样子。他父亲是我们10周年的时候跟我们同台，你看现在我们差不多20年过去了嘛，他的孩子现在跟我们同台，我会觉得这是个很美的东西。如果你坚持一样事情，而且是让他走得远的话，而且精益求精嘛，就是说。可能大家还觉得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level， 我反正觉得不是的。我觉得很多时候你是完完全全就是一定要去寻找一个就是说怎样去突破。而且那天才跟团员 after 彩排过后，我才讲说，舒适圈的话，我觉得我们就不会进步了，我们一定要突破的。所以为什么温故知新，就是我要有一些旧的 piece， 有一个将近20年的 piece。有一个是大概5年前的 piece， 有一些是去年的 piece， 我都要重新再去给他另外的一个。就我每次这样子说的，我们看一本书，你不要说10年前看的，可能你2年前看或者1年前看的，你现在看你会有不一样的想法。我是希望我的团员有这样子的态度，而不是一直忙很盲目的出国表演赶场，然后过就是一直念那个 piece technique 全部是 OK 的 but慢慢你会丧失掉了，就是说为什么我还要想打鼓？我是非常担心的，尤其是今年我们出了3个国家，我们去了3个国外的，所以回来的时候，我很希望他们就是再想一想看，你打鼓是为了什么？一开始第一天你打鼓拿起鼓棒的时候是为什么？然后现在又是为什么？所以当然我给2个很新生代的作曲的，其实就是吴聪跟哲浩，我觉得他们都真的是完全是一张白纸他们打鼓喜欢打鼓，也很疯狂的想打鼓。过后呢，慢慢的我是觉得是时候给他们再尝试不一样的。甘美兰也好，他来到手剧团一定什么都要学，非洲鼓啦、巴厘岛的甘美兰啦、西洋鼓啦都要。只是我觉得能不能够让他们尝试作曲？因为你知道我们节令鼓的话，我们都会做创作。不过都是在丝鼓上面，对，都是节令鼓怎么样变化，怎样做动作，全部这个就完全不一样。因为他跟我们音乐总监上课也有一段日子了，所以我觉得今年很棒的就是哲浩就在我们马来新年开斋节的时候，他就自编自导自演，跟做了很大的一个突破的。他写了一首马来的过年歌，然后找了 Zamzulia 我们这一次的 co-choreographer。还有就是我们的排练总监一起弄来一个很小的一个短片，可以上网上看。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很想去尝试。我觉得手机团是一个 platform， 手机团其实就是你想尝试的话，我们给 platform 你，我们要提拔新的。吴聪当然咯，你就知道名字叫亚麻多，他崇拜日本，他要疯狂的这样子，所以我说你不如就写一首日本鼓的。那他也是，因为我们以前说老实话，我们在创团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也是看很多的日本的团体的一些 video 也好啦，看表演也好啦。我还记得我去看林英哲，就是一个日本鼓手在 DBKL 的表演45分钟，个人的。所以我在想到就是说这2个 choreographer 来讲上，我是想真的是拉他们一把，给他们一个平台，给他们呈现他们的作品。当然从他第1次首演到现在他第2次的话是，我就给他有很不一样的尝试，就是你跟乐手在 work， 不是鼓手跟乐手在 work。然后当然视觉上跟全部我可能会帮他们一把，不过他们在音乐上面我要他们有突破性。然后伟杰，当然我们的排练总监呢，就是他有华中文学奖，他上次做了一首花之姬，所以现在呢他有重新再 revisit。不过当然那天排练的时候，我当然会觉得，因为有时候伟杰呢，我会觉得他很多想法，只是他这几年 lockdown 过后呢，有一些旧团员离开，
然后他要撑起很大的一个责任，所以变成我还是希望他创作的。他已经创作了好多首的嘎美兰，所以这一次他难得在华中文协奖，我抛了这样子的一个任务给他，他就做了一首打鼓的。所以我在想，他也会很兴致勃勃，他也会很兴奋。我就觉得看着他这样子的的做法呢，我就很担心他会放太多东西，就是他一下子就说，哎呦，我想要加很多，所以变成我讲说，有时候真的是要减法要减法。所以我觉得在给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或者是机会，他们在做，我自己本身也是在做一个梳理。然后当然我的将近20年前的绅士节奏，我把它重新再放在台上，有很多的感触，因为它有很多个阶段。这首歌我们也用很多次了，在国外的话，不过这一次呢，我会把我2009年很初步的把这首歌再引进来，放在我那个梦无界那个 concept 里面的一个面具的，我也放进去。当然后面会写小故事，就讲说那时候其实接受或者是得到很多的外界的一些评级，就是讲说不好好打鼓啦，要做这样多的一些尝试，还是讲说只是慢慢现在全世界的节令鼓都是在创作了，都没有人在讲话了。所以我反而觉得就是说，开始一定会有人给人讲话。你做创作，你做舞蹈，你做戏剧，你做音乐也是一样，你要尝试新的东西，因为大家都已经习惯了，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手法，或者是看习惯了这样子。所以你看，我们从一开始30多年前整40年节令鼓开始的时候，当然会有一些业界的，可能就是一些醒狮的，或者一些本来都是在狮鼓南方狮鼓做一些表演的。已经有一点段历史，他们一定会评级我们节令鼓吧。你看节令鼓现在我们在升级的路上，我们没有说这样讲就很了不起啦，很什么。我是觉得越多人去知道这一个新的，我们讲说这一个节令鼓的performing art form 的时候呢，我们更加要谦虚，更加要 humble 去听很多。所以这也逼使我在3年前我跟我的首席 Jimmy 在做我们的那个潮州锣鼓的尝试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想做英歌舞。那时候我就觉得很棒，这一个 form， 因为没有鼓，只是拿2个鼓棒，两个锤子，然后我就一直在研究秧歌跟他那个傩戏的那一个整个的那个结合，我很喜欢。然后一直找不到教练，然后过后就找了潮州会馆的会长前会长他们也支持，所以我们今年年初我们就开始在做这个策划，然后我们就真正学起来。所以我为什么觉得这是很重要，就是说对我本身我们也是很忙，不过我觉得是忙，你还是需要这一个思考，你还是需要这个创作。有时候创作的好像我觉得你在拍摄也是一样，可能你在网上面看到很多人拍摄是这样，哇，这样子他这样短，他也没有抓到重点。不过我为什么还是这样喜欢看这一个报道，是因为我觉得他抓到一个东西，我觉得可能是很好玩，可能它的内容没多大东西，不过就是还是很吸引我的。所以你去经过消化过后，我觉得你就会做不同的尝试。同样的，我觉得英歌舞我们真的练到很辛苦，练到生病瘦下来全部，因为它很耗体能。然后我觉得就是说，如果现在也这样刚好，我有一点小小的分享，就是我父亲去年那一年在看我的潮州锣鼓的时候，其实我一直跟他解释，他在场内看的时候，他其实也没有顾这么多，还是觉得很好啦，你有做这样子的东西啊，潮州锣鼓是哦。他听到那个潮州歌剧嘛，我叫 Zamzuria 唱，然后那时候我应该去年有跟他讲说英歌舞的东西，其实他不懂，他最后看了过后说，哦，这个很有趣啊，这样子。所以我就会在今年就是我也是尝试，就是一个 tribute 啦，因为他以前就一直想回潮州，不过还没有了了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嘛。我会觉得 OK，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也是想把一些我 as 潮州人以前不觉得怎么样的，我是觉得可能现在在做表演艺术，我能够在研究的，我能够再找回一些可能属于自己的一个 form 的东西，我觉得是
是很有趣，而且我觉得而且是有一个依据的。因为如果是你叫我再去找，虽然我有跳舞，我以前有跳舞，有跳马来舞，有跳很多，我只是问题现在 Azam 进来的话，他是他的 forte， 他的专长，他要帮我跟他讲说我为什么要有这个这样子的 movement。因为2年前他有帮我做2年前他帮我做那一个跟非洲，我们学了非洲鼓过后，不过我要用 Zabin 的身体了，因为我觉得我们不可能变成非洲的身体，我已经跟我们非洲鼓的老师讲，他说不需要啊，你们学那个 rhythm 就好了。所以我觉得马来西亚的话，我们生长在一个我们很容易 adapt。我们从小我们对马来人讲马来话，见到印度人我们可能讲英文，我们父母亲可能讲我们的母语啊，潮州话啊，福建还是讲学校就讲华语这样子。马来西亚是这样子成长的，所以变成我觉得文化的话呢，我也是一直跟团员说，我们现在要深入一点，不能片面，因为现在 social media 或者是我们讲说都很所谓的很发达，你不能只是取巧的就说我这样哪一点呢。所以当然我在做我这个潮歌古影的时候呢，我是迈向我2027年30周年的一个大的一个年度大戏，就是我们庆祝30周年。所以这一个 concert 我只能呈现小小的一段，就是说大概是10多分钟而已。当然我有很多人的帮忙，我有苏迪瓦人，我们的甘美兰巴厘岛的甘美兰老师作曲，我有音乐总监帮我加 live 的 music 进去，我有 Bahati， 我们 Kevin 帮我设计服装，然后当然我的团员好像 Jimmy 帮我加马来鼓啊， Azam 苏料帮我加我要的那个 inai 的那个身体的身段。因为我一直在想，有时候你要讲给传统的一个新生命。我那天有去拜访肖和庸师傅，他也是很开玩笑的，哎呀，这种东西你做比我熟了啦。因为他是所谓的表演者啊，他是先驱，他是 pioneer， 他把舞狮把它改装，把它弄成就是轻便，而且弄短了，然后自己再发明了这样子的一个高装的话，现在全世界都在追捧这样子。我是觉得我是非常非常敬佩跟佩服跟敬仰这一位我的前辈的啦。在杰林鼓的发展路上，其实我觉得师父也是帮了我很多，给了很多不少的意见我这样子。所以在这8首歌里头呢，当然有一个很特别的，大家都会觉得真的就是我的干女儿嘛，就是跟我的 principal。 当然立汉这一次他很忙，他去了西班牙跟法国回来，马不停蹄就帮我带团去墨西哥，因为我不能去，因为我有亚太的那个峰会的那个演出。所以当然他也很努力的，就是因为这次他用手碟不是他第一次演，不过当然我是觉得就是说他有压力啊，因为他是我的首席，所以他要念，所以他就画了那一个，他不能带过去墨西哥，他就画了2个图，他就在那边用图来念。这点我又想到朱宗庆以前我们访问一些团员的时候，他们有跟我讲，以前他们没有钱买木琴的时候，他们也是画到完完全全就是那个 actual size 的，然后放在桌子上这样子来打。我觉得这个美的东西就是说，你如果喜爱一样事情的话，我觉得你会不顾一切，你会想办法去克服一些所谓的一些难处。我可以这样子讲吧，就如果你是热爱一样东西的话，它就不会有难的了。你就算是你去克服，你去做到外人看到很难的东西，其实我觉得对你来讲是一种享受。我抓到这个方式，我可以这样子来念。所以当然对他来说，看到他们彩排，这几次一直看他们彩排的时候，所以我觉得他有另外一个 bonding 很可爱的，就是那女儿会跟爸爸讲，女儿太熟了这首歌，因为每天都在念，爸爸就是要表演，然后过后就是只是念，不是正式的乐器了。还讲爸爸你那边慢了，或者爸爸你那边好像有错了一点这样，所以他有压力。所以我觉得很好的一个这样棒的我的一个首席鼓手，现在给他的6岁的女儿在那边指着他说你不可以这样，你要这样。所以我觉得美的地方其实就是说，以前我们在public class 的时候，我们有讲说，会不会因为现在有时小孩子也是太多 devices， 小孩子也是太多功课，小孩子也是太多活动的话，是他已经断了跟父母亲的沟通。所以如果有一个这样子的平台的话，我觉得很好。好像那一天
Azam Zulia 的3儿子外闺女嘛，跟我们打马来鼓的那一个，我就想说，哎呀，他母亲刚好有事情要先回，他说哦，你就跟这个哥哥回去，我有一个团员也是住他家附近的，他也很放心这样子啊，他就亲了他妈妈这样子，亲了妈妈，他已经10岁了嘞，然后还是亲妈妈这样子，我就打一打他妈妈，这样说，你要享受这个时候嘞，可能男生嘛，对不对？可能他到了13、14岁哦，大一点就不会这样子抱你亲你哦。他听了过后，他眼泪就来了，说是哦，可能。我说是啊，小孩长大很快的啊，你要珍惜这个这样。他现在还依赖你，会觉得哎呦他很黏神啊，他讲哎呦他很蛮倔这样子。不过你想想看，他到中学过后，他可能交女朋友啊这样子的话，他可能回到家门就锁上的话，看这个时候你就很怀念现在这个时候了。所以我要这样子讲的话，我是觉得无论怎么样都好，我觉得手机团现在在做演出呢，我觉得可能会 beyond 只是一个 performance。我觉得可能要给我们的 followers， 要给我们的观众看到我们另外一面呢，就是说，其实我们都一直在分享这样子的快乐，分享这样子，因为分享会有力量。我想就是可能我们很烦的时候，来看我们这一次 Camaraderie 的时候，会看到这一种美的东西。当然在讲这个当然呢，我也不要忘记就是说我很担心就是说小孩我昨天才跟谁讲，我很担心就是说来我们演出的他们会要成为一个红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多小孩子都去做一些这样子的所谓的网红，我们讲说小大人啊，因为看他唱歌啊，看他做才艺表演这样子，我觉得哎呦好像会失去他们本来在他6岁、9岁跟10岁应该要有的样子。我非常警觉这一点，我会希望就是他们不要丧失这一点。所以这个是我在筹备的时候我要顾到的啊。然后当然我觉得有一个，因为我本身很喜欢舞蹈，我以前也学跳舞，所以我在成立鼓团的时候我一直都有把肢体这个放在很前面的。从我一创团的时候就是我们有以前在最热的时候，我们 yoga、modern dance 都是必修的。当然 lockdown 过后呢，我们其实 lockdown 之前跟过差不多10年，陈可辛博士呢UM 的，他就一直跟我们的2团合作。不过他去年就是延伸他在台湾毕业的一个毕业作品，就是有一个鼓，那个也是我们一起想出来在身上 attach 在身上的。那个是我看大概有10年前我们做了，过后我们一直研发。去年我们就在我们的鼓节首演了鼓之舞之，然后他很忙，不过我觉得就是说可能这一批新的2团呢，对自己也本身很有要求，所以变成我觉得他们很想要突破自己本身对于肢体上面跟节奏上面的一个结合，所以我觉得就正中下怀了，我是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了。当然老的一般就觉得年轻的有很好啊声音啊，他们不会想以前一唱团的时候他们怎样去训练他的声音。我觉得这也是传承吧，这是一代一代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不能说你不能动了，可能你到了大概40岁的时候，将近40岁的时候，你可能在作曲，你可能在做很多的调整，你做感美兰，你做很多的所谓的就是说音乐上面的，好像刚我讲同样两个我的那个我要给他们做compose 的那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一个 concept 呢，总的来讲它是有很多层面你可以看到。当然我有一个很久都一直在做跟我做设计后面的那一个我们讲说 LED 的那一个 content OK 建兵嘛，很多次了。当然我们有做很商业的东西，我这一次我觉得可能就要花多一点时间去想一下，因为有时候真的很难言喻的那个感觉。你如果是给我很漂亮的跟着我的音乐的牌子，我又不想要这样，我觉得你能不能够知道我们后面他讲不是这样咧，你要的不是这样吗？老板这样跟着的话会不会好看？这样会很对吗？你这个音乐一起我这边就放这样，我就觉得是欠一点。我希望就是说可能就是片状式的，不是点对点的，所以这点也是我觉得很大的突破，对于跟我们一起合作一起成长。我很希望这一次 Camaraderie 过后呢，我们全部人都有成长，无论是你是鼓手、乐手
设计师、摄影师我们的服装设计师所有的人，我觉得就要觉得爱是我们的动力啊，让我们能够还辛苦的话，我觉得我们还是想要做的。咬牙切齿的话，无论怎么样翻风下雨啊大火，我们还是坚持的守着这样子的一个岗位。So Pama Dairy 呢，它比较我觉得就是说狭义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情谊咯。所以为什么我不放情谊？我直接就讲说 Pama Dairy 可能就是像你刚一开始讲，你觉得就讲说很难呢，这个字我都不懂还是讲什么，这样你会去找啊，除非你不想找。如果你去找的话，你会发现情谊为什么情谊？看了这个 poster 过后，一个小孩有鼓有敲击乐，然后一个纸飞机，为什么要纸飞机？我跟你讲嘛，我觉得现在的小孩子除了这样子手指很快，比我们快，按什么东西可能比我更快的话，他们会不会折纸？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公公教我很多折纸的，还可以两张，还可以折一个扣起来变兔子的。很多小孩子不会，所以连纸飞机都不会。你怎样叫他去折兔子啊、百合啊、那个盒啊，那样有的吗？那个我觉得，所以变成我觉得要拿回来了。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呢，时候是要给小孩子再动手，而不是去做这样子的东西，要给他们知道，他们要去思考。所以我就把这样子的概念就放起来。当然我出来的时候，经理啦，我的排练总监全部讲说，怎么这个海报好像儿童剧啊，我就慢慢解释。然后当然我们会有很多后续的一些，可能就是有你的帮忙，这样子我们拍一些影片，可能我们慢慢再讲说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做。因为一般上你看我们海报全部的话，哇，都是有鼓啊，然后都离不开的嘛。我在想我们会不会，因为有很多年我有尝试，好像我们罂粟花也是没有鼓在上面，寿险的爱本乡也是，不过这两个是实验的一个剧场。所以今年如果是我们在做这样子的话，我会希望给大家看到那个可能性。他不一定是鼓手，他如果来看的话，他也看到这个美的东西，看到这个美的东西，一代跟一代的，从登古乌妈他写了2首歌给一个可以说是全华人班的一个嘎美兰的一个 group， 而且是聋哑也有参与聋哑现在有2个来打嘎美兰，上次首演有1个，现在2位，慢慢啦，因为是有挑战的。聋哑我18年前开始教，现在也给了一个教练来教，所以这个是延续哦，我觉得是一个延续。因为你说容易的话是不容易的。因为教聋哑的话，你需要耐心，你需要时间，你需要陪伴，你需要很多很多的讲解。所以我觉得我们手机团在这边很感恩的，就是说社会人士什么都好，我们的 follower 我们的 fans 都好，他都很支持很相信这一点。所以这是我很想把这个 Pama Dairy 呈现给大家的一个很迫切要给大家看到的。我那天看完的总彩排，我有一个很 wow factor 的东西，这次的人好多，多到你怎样？我很好奇的是，你怎样有那个 sense 去在对的时候选对的人，把他们放在对的位置，或者是选对的 piece 在对的 concert， 你怎样做到？其实你如果这样子讲的话，我也不能回答你啊，因为我是觉得我在这一次的话，我是觉得因为有一批有10多位我的主要的演员去了墨西哥。在我正式还在排还在创作Azam 那时候才进来，之前他忙他自己的 production 卖不用的东西，他进来我跟他讲解过，是他很快的，只是问题来的其实是我的刚刚升上我的2团的一般性的，而且还有一些是完全是新生，还没有升上来2团的。So 我觉得同样的，我觉得在很多行业里面都是新的人的话，他很有心，不过他身体没有准备好。所以我就觉得，我就一开始我就讲，我说你们如果真的要的话，因为我们是2年后一个大秀嘛，一个这个曹格古影，所以你如果说选对人呢，我反而觉得没有说选对选不对人，是他们想，就好像刚我和你讲这样子分享一样，就是你说想要你爱一样东西的话，是你会完完全全不顾一切的，你会念，这样我就会给很多机会你。
所以这一次也是搞到我的经理很难堪的，就是说哇，本来您妈妈才多参啊。几多参多个演员，现在你连这个本来是 second， 就是说万一 first cast 有问题的话 ，second cast 可以补上，现在你好像又要给 second cast 进来这样子。我看到一个就是说，如果说传承的话啦，我是觉得如果你有心想做的话，手剧团就一定会拉你一把。你如果是说怎么样去选对的 piece 呢？我反而觉得就是说，我当然一开始会有其他的一些曲目在我的脑海，只是经过一番思考，跟我的首席，跟我的排练总监，也问他们的一些意见的话，我会觉得是现在你们来看这8首歌是很适合的。因为如果你讲说我们有拿很多我们本来在 concert 里头的曲目去做商演的话，我已经在5年前还没有 lockdown 之前，我讲说你们不要再讲商演和不商演，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你不能讲说我现在去一个打一个在 Petronas 打一个，那个是一个商演。我觉得什么是商演呢？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人家也是 appreciate 你的 art， 人家请你过去，你不要讲商演，你还是演出，就是演出而已 ，yeah。所以我为什么选神池，是因为我第一首歌给二团，真正二团有谁？虽然当然二团有些有很多自己的一个曲目，它有一个代表性那边，而且它有挑战，它有很大的挑战，所以这是第一首歌呢，一团也学。一团也拿过来，所以一团也要会这一首歌。So 其他的对的 piece 呢，当然我们思考过的，我觉得它有它的再重现在观众面前的那一个价值，所以我们才选。其实我们有很多很棒的曲目，嘎美兰我们有很多旧的曲目也是很棒的。我会觉得就是说，你看我们自己本身都有嘎美兰的曲目嘛，这样为什么不选自己的 composer 呢？为什么要选登姑乌妈？他有不一样，因为登姑乌妈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跟他讲，他觉得我们的情谊，他就做了这首歌，而且过后他做了一首叫《肯唱肯南岸》的肯南歌的，我就一直觉得是肯南岸肯南岸就是回忆。最后他讲说，你这样子解说也对，所以我说我跟全部人讲说是肯南岸，他说可以可以，因为什么？他说肯南歌是一种花，一种花就是老远老远就可以嗅到的。所以每次他讲说我嗅到那个花，我就回去我的甘崩了，我只有我的甘崩有那个花香。他说这样子的话 Bernard 也是回忆所以我讲说我就把 camaraderie 情谊跟这个回忆我连在，不用情谊感情的情 dot 然后回忆的忆。才看了过来讲说哇很棒耶，可以这样子连一起。因为他本来讲说那首歌也是他想有一个就是说我们有时去到或者我们听一首歌，你会回想起你在中学的时候，因为你在中学的时候在宿舍的时候一直听那首歌，那个歌手唱的歌，所以他就是要有那个 feel， 要有那个 feel。 我记得那时候我跟你聊，你在那个 Europe 的时候你跟我讲，就是有很多东西是可能那时候在创作的时候做不到，但是现在可能若干年后就做到了。你跟我们再分享多一点这个你想到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有时候创作对于我本身来讲，我觉得我会有分很多阶段，有一些就很想创作，很想 show 一些东西，好像我的团员都 ready 了过后，我会想一些比较难的一些就是说这个 locking 的东西了，不过现在我就 pass 给Jimmy 去做了。然后概念的东西有时你要把它落成，我们讲说需要很多时间去谈，因为毕竟现在我50多岁了嘛，我的首席也45了，差不多要到50了，排练总监要40了，36。现在我们 deal with 的是21、22，不能说不一样，一定是不一样嘛？只是他们要怎么样去诠释，他们怎样去知道我经历的，我要用时间来跟他们分享。你不能今天你坐下来，我跟你讲我经历过的东西，这30年不能的。他们当然他们本身也要看到，他们可能看到很多很棒的东西，很美的东西，很想学的东西，很酷的东西他们觉得哇这个东西很牛，他们想学这样子的。我们在 deal with 一般我觉得就是说有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我们 urge 的一个年轻人，怎么样给他们觉得就是说你一定要完完全全知道你在做。所以好像我这次做这个古影一样，我有分享，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讲我是应该要讲，不过他们真的 get 到吗？
我觉得还不是100%的。可能他们要在做的时候，我在从中我要跟他们在看影片，可能真的有机会带他们去看一下。因为我很记得以前我教美术的时候，我30多岁我才到我每天跟学生讲的蒙娜丽莎，我30多岁才看到第一次真正去到罗浮宫，所以我一直在纸上谈兵啊，你明白吗 ？OK， 所以我在想，有很多时候真的是需要他们去看到，好像不用讲的一些团员。跟我去了大概2个月的一个 festival 回来，他自然他身体就有在那一边了。你再讲，他放工来，明白吗？他就是念一下，礼拜天再跟你念一下。他不是在国外的festival， 早上彩排，下午排练，晚上演出，明天也是早上彩排这样，他就是2个月。所以他身体就有了，他身体就有。所以表演这方面，我是觉得就是说，有很多时候是身体记忆，我知道。我更想要有一班演员或者是鼓手来讲上，他们是有想法的，我不担心的。我不担心，就想说，他们过后知道过后说他跟你的想法不一样啊，等一下他要走啊，很多都走了，你明白吗？没有事啊。如果你发现到就是理念不一样的话，不过我很庆幸的就是说，有一些离开。他还是从事艺术，他还是相信，有些变舞者，有些变一些还在做另外的音乐，有些他还是在做美术的东西的话，我觉得这是好的，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我觉得是需要的，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那个年代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讲说做美术画画来讲是赚不到钱，或者是做音乐的很难的，所以现在你看我们周遭这样子看的话，我觉得是有好的现象。你看 Vincent 在全世界的要拿第5名这样子的那个 Chopin 的，然后还有很多啊，其实还有很多。所以昨天我才看到有一个 fashion designer 也是在法国嘛，应该是法国。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从事艺术觉得雀跃的，对我们来说呀。刚才你讲一大段那边的时候，其实你 mention 了很多人，但是其实我有一个很印象很深刻的东西，就是你讲说。跟人家一直去喝茶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你跟很多就是要找我们出来做事情的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他们真是一通电话或是一个 message， 但是你不是，你是真的是坚持把我们约到出来喝茶，然后当面谈。其实为什么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习惯？我喜欢啊。我觉得有时候你不会觉得烦吗？如果他烦，他就不会出来啊。我会觉得，因为也是很好笑，就是我家有一个很好的 cafe 这样子，我很常把朋友都叫来我的家 cafe， 然后当然会有很多现在就是也因为不一样了吧，我会发现到就是有时候见面谈会省掉很多的不必要的误会，尤其我也经历过，就是说看了我的 message call 以为我生气，看了我的 message call 以为我对他有意见。我看了他的 message call， 我以为他真的不想做我这一个工作了，也有，所以避免会有这样子的误会产生的话，我反而觉得就是说见面是蛮好的，更何况现在你明白，我真的能够见面的话是忙啦，就看地方吧，我们就真的是见面聊，因为我不希望就是会有这样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是说在 message 上面。因为你也身边有很多朋友也是因为 message 的问题啊，其实过后发现我不是这样子的意思啊，还是这样。当然我觉得可以的话，我喜欢留言，我会觉得语气方面跟什么的话你会 feel 得到，而不是 text 的话，我觉得很多时候会很大的误会。然后你说约的话，真的遇到问题的，因为太忙了，大家都太忙了，真的没有时间。不过当然对，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时候呢，可能也是会缓下来一下，就想一下，真的要这样忙吗？还是我们可以缓一缓，然后真正去了解多一点，去谈多一点，然后过后再看下一步要怎么做。我觉得今年我的团员真的是很了不起了，而且他们完完全全责无旁贷的，我交代下去，我安排下去，他们就完完全全的全力以赴。不简单了，真的是不简单了。你刚刚才去了一个大概2个月的一个欧洲，然后还要去到1个月的墨西哥，
在去墨西哥的当儿，我们在这边筹备这个 concert， 他们回来还没有到2个礼拜，我们就进我们剧场了。所以我是觉得我们是要有这样子的能量，我们讲说那个能量跟这样子的 understanding， 而且他们也很乐意，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挑战。没有的话不可能的嘛，你哪里有可能在你的演出之前1个月你去做巡回？我的 manager 其实那时候也是的，他跟我讲的时候，他也是讲说，最好你没有去，或者讲灵验了咯，我没有去咯，我就跟他讲我没有去咯，我留在这边陪你咯，这样子咯。所以不过当然我是觉得我的 part time 的团队也是很重要，好像你啊，我的经理啊，我的 marketing 啊，我的 social media， 有很多我们在 after lockdown 过后，我们都是以project based 这样子来。我觉得大家会觉得可能竞争也大，所以变成我一定要把我的东西做好，口碑嘛。而且我也是觉得我要越做越专业的，我应该就是要这样。所以反而整个的 environment 跟整个的 market 是这样子的情况的话，我就不用太担心说答应了过后他最后交不出来还是怎样的话，我还是乐观的啦，我还是处于乐观的。所以变成如果是说要讲的话呢，这一次你说仓促，它不是说很仓促，只是有很多东西我能够在这样的时间我能够呈现分享到那个力量够不够大，给观众的那个impact 会不会有那么大呀？所以这个是我有在思考。不过如果真的不能的话，我会不会很担心？我其实不会了。我会觉得其实了解手集团的，了解我们 Hans 来讲上，我们都是很诚恳很有诚意的，每一个 concert 我们都要做到尽善尽美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心意。我个人我会觉得就是说完全放松来 get 那个 energy 在那边。我觉得这一次有很大的不一样的能量，是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全职的团，他们也 feel 到那个就是说，因为有小孩子嘛，有小孩子那边的话是，而且我们不是那种说啊小孩子啦，他打错没有事情啊，打错的话就打错，因为小孩嘛，我们不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在彩排，在跟他们练习的时候，而且会有加练习，给他们了解出场全部，我们都要给他 feel 到真正是一个表演者啊，而不是说你这样子上去不要紧的啦，错不要紧的，那个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有要求的，而且我也很感谢他们的父母啦，他们的父母都真的就是很完完全全，一个是浩浩的妈妈，一个是张苏利亚，一个是彩婷，就是普普的妈妈。可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是明白到，而不是有那种就是说我要做新妈，不是的，他们觉得小孩子要磨练。你有拍那个短片，你就知道他母亲怎样配合浩浩的时候，对吗？他过后还来谢谢我，本来我还很担心，因为他还要上课，还要做功课，这样还说谢谢你给我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所以我觉得亮姐呢，有时候在做一个整个 production 呢，是真的是要有那个同理心。所以我可能就是说，在这一次的我学很多，我也看很多，所以每一次的过程我都很珍惜，每一次的筹备的过程都很珍惜，每一次跟我合作的我都要更加的注意，因为这也是我们都一直在不断的成长嘛，我是觉得，而不是说你做了这样多次过后，人家来跟你帮你，这一次的话就是说你要有一个姿态，他们一定要跟你的方式，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不成立啦。这是一个新的 concert 的概念，但是你放了很多旧的那个 piece 下去。我知道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在说服 marketing 团队或是说服团队去接受这样子的一个概念是有困难的，是吗？我觉得他们有想为什么，他们有问我为什么，但我解释，对，我觉得我解释了过后，大家就对，因为我不会拿，可能就是古谚，我不会拿以死庆之名，我没有拿诗，我没有拿，你明白吗？就有一些中日古和那些，为什么那在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要用这首歌？而且为什么是那个去年才演的，今年我又要再回来再用这个歌？因为老师也，因为如果说我真的要再重演，老师会觉得不要啦，这个东西他会觉得说对，
再来一次的话，我要在哪一方面我要加？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们要加现场音乐全部。所以你如果是说 marketing 呢，当然如果残忍一点讲的话，老板要怎样，你不是做咯，对不对？你不能讲说很难哦，这个工作很难。不过他听了，我也是尝试去解释了过后，我觉得大家都有那个共同的一个 aim 了。对，我们用这样子的点来 promote， 我们用这样子的点来做宣传。可是你每次都是这样，就是 I mean as in， 就是你有花那个时间去跟大家解释为什么你要做这个东西，然后神奇的是，大家最后我们都会 buy 你的哦。我觉得 buy 不 buy 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有时候好像我觉得有时身边的朋友或者身边的合作的身边的经理啊什么，他都会讲说，老板啊，我问你，你又不讲，我问你，你又好像说你要想一下，有时候真的我还没有想到啊，我是人嘛，对不对？然后好像很最近网上一直看到说 I'm human 我这是真的，就是说我还没有想到你至少我急着要出街了，我一定要放一个标题，我一定要这个东西可以不可以，你这个 on 不 on 这样子的话，然后我看到有时候我会在想，这是个很细的东西而已，如果我要讲你要整个再做过，这样会不会耽误了你要出街的时间？不过我又不能不讲，这样我就在那边这样其他东西就来了，我就没有回你了，我就这样，所以变成有时要谅解的，其实就是说，有时候我也需要时间去想的，我需要时间去看。所以如果你讲说 buy 不 buy 的话，是你到最后 end of the you know I mean the case 来讲，你们不 buy 的话，其实我觉得 buy 不 buy， 我觉得你还是要有一个说法，你明白吗？你不能讲说我不 buy 你了，我不 buy 你，我没有讲法，我就是不爽。我觉得我跟我合作的全部都很有。我觉得这成熟，都成熟。从以前的一直骂，一直，我到现在我觉得都是成熟的。我们不用怎么样去就默契嘛，所以变成我知道老板一定不会喜欢这个，你要注意一下。反而就是我身边那些比较有跟我蛮多次合作的，会去讲一些小的说不能的，你不用拿去给老板看的，因为老板一定是不 buy 这个东西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团队就会越来越强，因为我们明白到我们要的东西，我们要求的东西是什么，所以这个是默契咯，这是情谊咯。对，而且不是说因为你一定要 buy， 因为老板讲你一定要 buy 老板的 no， 不是，那我们讲了这么多，当然其实还是有很多话要聊的啊。如果真的是要聊下去啊，我觉得3天3夜可能也聊不完啊。那如果你还想要知道什么东西的话，你就来现场，然后找我们的吴胜雄老师坐下来喝茶，因为我们的地点就在 PJ Park， 然后 PJ Park 那边就有一个 cafe 了。真心非常鼓励大家买票进场看这一场 Camaraderie 的 show。我自己本身看了几次，其实我在现场真的是有被感动到。其实第一个花枝记的那个 piece 我就被感动到，因为我觉得我被感动的原因是因为我有份看着伟杰怎么创作第一版的那个花枝记这样子。So 不管你有没有看过第一版，或者是你可能是新的手机团的观众，我们一起进剧场看鼓的表演，一起来分享这一份情谊，一起来 celebrate friendship， 一起来 celebrate 这一个感情吧。我们剧场见。